为何美国企业要向政府申请进口中国产品免税呢？这对于美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近日，网上媒体有消息称，在苹果申请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免税之后，特斯拉也紧随其后，提出申请要进口中国货免税，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批准。而这主要是基于美国现在面临的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而这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受到了全面的破坏。而且这样的态势甚至呈现出越来越加剧的态势，这就使得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因此，这也使得美国不得不嘴软来向中国靠拢，想要借中国来缓解自己国内严重的经济压力，达到缓解通货膨胀的目的。而这也使得美国之前对于中国设置的贸易关税壁垒也在一步步被瓦解，也是完全向中国发出了示好的信号。而就在此前，美国政府还出来极力的安抚国民的情绪，说美国的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在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后就能够得到缓解。但是这一看就是美国的缓兵之计，只是来安抚民众的欺骗话术。因为基于美国目前的情况，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会立刻消失，而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据悉，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直宣称美国的通胀只是暂时的，但是在看到美国的现状后，近期也是不得不改口，认为对于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应该对外寻求方法应对解决了。从这里我们不难地看出，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而且此前，美国总统拜登也向中国释放了服软的迹象。据悉，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没有理由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愿意跟中国进行更加坦诚的交流，在重点和优先领域内开展合作，避免误会和冲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想要极力的缓和中美的贸易关系。因此，此前美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对中国还采取了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就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意义在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并且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美国所主导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明显是恶意破坏这种合作趋势发展的政策，这完全都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也必定会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的不利影响。所以有专家指出，在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环境下，世界各国之间只有通过相互加强深度合作，不断提高供给能力，从而可以达到通过贸易实现互通有无，进而可以实现充分满足各个领域的消费与需求。但是这种贸易与合作受到美国人为政策的限制和阻挠，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贡献着中国力量。并且随着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在全球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也是在致力于促进全球的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能够实现互惠共赢。所以对于美国这样的行为，美国国内的企业也是十分的不满，因为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美国的本土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就导致关税的增多，从而导致中国的产品无法进到美国，这就对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对美国需要中国企业产品支持的企业也是受到了巨大的限制。而且由于美国国内的企业无法生产出合适的零件，就使得这些企业都联名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免税，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美国的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就在美国苹果公司申请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免税之后，特斯拉公司也紧随其后，并且特斯拉还表示，在对全球和美国人造石墨供应商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之后，就得出结论，目前特斯拉电池生产所需的石墨只能从中国进口，而美国没有一家公司能产出符合其标准的石墨。因此，特斯拉向美国政府申请特斯拉从中国进口的石墨能够免税，以此来满足特斯拉生产的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很多的美国企业都遇到了困境，他们都对中国的制造业还是十分的依赖，
因为中国制造业确实在世界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各国都离不开中国制造。印度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印度计划打造世界工厂，并想借着印度制造来冲击中国制造。但是印度虽然口号喊得比较的响，但是看了印度国内的实际情况后，可能就会知道印度想要离开中国制造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据统计，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并且远超排名第2的国家。2017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595.69亿美元，是排名第2的瑞士的3倍以上，约占印度年度贸易逆差的近40%。在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中，机电产品占比高达56%，来自中国的机电产品又占据印度年度机电产品进口的48.7%，进口额相比2016年增长了27.4%，手机及其零部件就包含在机电产品内。而且据分析人士分析，印度想要彻底摆脱中国制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印度国内除了日用品以外，在2017年到2018年度，印度向中国所进口的产品高达768亿美元。虽然之后有所下降，但是印度仍需从中国进口产品，其中中国企业的衣服、家具等产品就占据了印度市场的50%，可以说中国制造占据了印度市场的一半。因此也难怪印度的网友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仍然会选择来使用中国货。从这里也反映出中国货在印度的受欢迎程度。所以虽然印度一直说要离开中国制造，但是就印度的实际情况而言，印度可能还做不到。据悉，近年来印度的部分产品的对中国的进口增加了100%，比如电子产品上所必需的电池元件等，印度都需要从中国进口，且进口占比高达8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还是十分的大。因此从印度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诸如印度想要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国家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更何况是美国呢？那肯定能够知道，美国的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也应该是十分的大，甚至会遇到供应链断裂的问题，从而引发巨大的生产危机。因此这对于美国本土企业来说可以说是面临巨大的困境，因此这就给美国出了巨大的难题。而对于此，美国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来积极的应对，并且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放开对中国的政策，并且综合本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制定适应本国发展的经济政策，稳扎稳打，加强国际的联系与合作，从而才有可能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接下来就是美国该做选择的时候了。